下面来讲解五官，由耳朵、眼睛、鼻子和嘴巴组成。先来钩织耳朵，耳朵有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双环起针，然后立2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起针的大洞里钩一个中长针，5个长针，再钩一个中长针，2个锁针，最后钩一个引拔针。钩好后收好线圈，然后预留约25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耳朵就钩好了，大家对照图纸再钩一个。耳朵钩好后，将它缝在头两边，稍靠前面一点，在第7到11圈缝合。缝合时正面朝前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头勒扁，在对应位置缝合。缝合的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就可以。缝好后，将线头藏好。开始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一个耳朵就缝好了，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眼睛，由眼睛织片、眼眶和成品眼睛组成。先钩织织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线针法有 TW 中长针1针，放3针
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环形起针，接着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，钩好后收好线圈，然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织括号里的一组，钩一个短针加针，然后钩一个中长针1针，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中长针。1、2、3，这样一个中长针1针，放3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再钩一组，完成后引拔拉紧。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，一个眼睛织片就钩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。2个眼睛织片都钩好后，将它反面朝外缝到头第7到12圈。缝合时，中长针1针放3针的位置朝两边，2个眼睛对称缝合，2眼之间间隔大约8到9针。缝合的方法和爱心装饰的缝合方法相同，只是这里调正面表面的线圈与头缝合。下面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将眼睛织片缝好。眼睛织片缝好后，用对应颜色的线沿着眼睛粘贴眼眶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然后沿着眼睛织片缠绕，可以参考一下成品。从外侧开始缠，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，将线粘贴好。
接着将线头穿入缝针，与织片间隔一点，将线穿到头里。尾部这里可以多穿1次。然后将线在头里面藏好即可。将尾部这里也涂少量胶水固定。然后在织片里侧粘一个成品眼睛。这样一个眼睛就完成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另一个眼睛也制作好。注意，另一个眼眶线头在对称的位置穿入。下面来制作鼻子和嘴巴，都是绣制而成。嘴巴在第7到8圈绣制，鼻子在第10圈绣制。下面我以嘴巴为例，演示一下绣制的方法。剪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不用拆骨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在头对应位置，在反面固定好线头。接着出针绣制，然后在缝针上绕线12圈。如果想要嘴巴大一点或者小一点，可以多绕或者少绕几圈。注意绕线的时候稍微松一点。绕好后，将缝针拉出，调整一下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再绣一次，在上方同一位置出针，然后绕线12圈。如果这里有空白，可以缝几针，填补一下。
最后在头里面藏好线头。这样嘴巴就修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嘴巴上方把鼻子也缝好，鼻子只绕5圈即可。同样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大小多绕或者少绕几圈，这样鼻子也讲完了。最后可以根据喜好在眼睛两边涂抹腮红，这样五官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头发，由上半部分、下半部分和麻花辫组成。先来讲解上半部分，先编辫子，然后绕圈缝到头上，可以从头最后一圈开始缝，也可以从开口位置上方间隔1圈开始缝。上半部分一共2圈，2圈头发之间间隔3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9根约 1.5 米对应线材，然后并在一起，在其中一端打结。接着将线每3根并在一起，分成3份。然后编成麻花辫。可以编的稍微松一点。编好后再打一个结。修剪一下。这样辫子就编好了。下面将头发缝到主体上，从对应位置开始缝。先在主体里面藏好线头，然后将辫子打结的位置向里折，在对应位置出针，然后将开始位置缝几针固定，稍微拉紧。后面缝合时
挑最后一圈表面的1到2根线缝合。然后将辫子像这样折2到3次左右。缝一下固定。再与最后一圈表面的线圈固定。往下就按照这样缝褶皱的方法继续缝。缝到边缘为止时，在边缘也固定一下。然后再缝后面。辫子不够时，将打结的部分走到里面。可以再编1根继续缝合。同样把打结位置向里折。1圈缝好后，
向下间隔对应圈数，继续缝合。继续往下把这一圈缝完。如果线头不够时，打结长线，继续重新取线缝合即可。然后继续取线，把剩余的缝完。同样，如果辫子不够，重新编辫子，再继续缝合即可。这样头发上半部分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下半部分头发，前面距离上方的头发3圈，后面在开口下方间隔1圈，缝合。1圈缝好后，前面不需要再缝，然后缝后面的头发，两边大致与耳朵后方对齐。头发的造型大家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缝。同样，后面缝合过程中，如果辫子不够长，可以再编辫子继续缝合，缝好后打结长线即可。这样下半部分头发也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麻花辫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剪15根约20厘米的线头，一端打结，然后每5根并在一起，分成3份，编成辫子，编约3厘米，然后取2根线绑起来，最后预留一点剪断。下面大家自行先把辫子编好，编好后将其中一端缝到头2侧下方，耳朵后面。先将开始位置对折，然后缝几针固定。下面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将它缝好。缝好后，在辫子尾部粘上2个绒球，这样麻花辫也讲完了。到这里，头发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装饰，为头巾、花朵和发夹组成。先钩织头巾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1针，接着来钩织第1行，先钩4个锁针起立，再钩1个锁针间隔，然后在第1个锁针上钩3个长针，再钩1个锁针，然后在长针的同一位置钩1个长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
重复3次。这样一个长长针就完成了，第一行也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第4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再钩一个锁针间隔，然后在上一行的锁针洞里钩3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接着在这3个长针的中间一针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锁针洞里钩3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最后在上一行起立针，挑第4个锁针上方的2根线钩一个长长针，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。将这一行的正面作为头巾的正面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4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后面每行起立针钩好后都需要翻面，再钩一个锁针间隔，然后在左侧锁针洞里钩3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在左侧这2个锁针洞里分别钩2个长针，2个长针之间钩一个锁针间隔，钩好后再钩一个锁针，在相邻锁针洞里钩3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最后挑上一行起立针钩一个长长针，这样第3行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4行，立4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再钩一个锁针，接着在上一行的锁针洞里分别钩3个长针，每3个长针之间钩一个锁针，钩好后再钩一个锁针，最后钩一个长长针，
这样第4行也勾好了。下面按照第4行的方法对照图纸，一直勾到需要的行数。勾好后补断线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勾好后的小样。接着线头继续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。钩好后，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往回钩不拉紧的引拔针，注意调锁针辫子的里3钩织。钩好后，沿着最后一行的针目和锁针洞钩引拔针。起立针上也钩1针，然后再钩对应数量的锁针。钩好后，继续往回钩引拔针。钩好后，预留约60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头巾的钩织就完成了。把起针的线头在反面藏好，接着沿着头巾倒数第2行向正面折2次。然后用预留的线头将它固定好。将线头带到对应位置。缝合时不要在正面露出痕迹。
结尾可以多固定几针。长好线头。接着另取线，将头巾缝合到头，注意正面朝外缝合，两边在耳朵后方，头巾折叠位置大致在头前面一点。缝合时挑线圈与头发缝合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。缝好后，将锁针辫子系一个蝴蝶结，然后将其余部分都用胶水固定好。最后，在头巾折叠位置均匀的粘5个花朵。接着来制作发夹，先在右侧缝上2条大约2厘米的线段，然后裁剪铜钱，粘贴在线段一侧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剪约15厘米，对应颜色的线穿入缝针，先在头里面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出针绣制。绣好后，也在头里面固定好线头，然后用对应颜色的线在上方一点再绣一条。2条线段都绣好后，可以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将它固定一下。最后根据纸样用布织布裁剪好铜钱，将铜钱粘到线段一侧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发夹就讲完了，装饰就全部讲完了。最后来钩织包带，钩约1米的下辫作为包带，包带的具体长度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调整。注意，包带为2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，可以从小线团的外面和里面各取1个线头并在一起钩织。钩织前和钩好后都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下面演示一下下辫的钩织，先学习方法后，然后再钩织。下面演示下辫的钩织方法。锁针起针，钩2针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第1针锁针的上方半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2个线圈中钩出，钩针保持不动，顺时针转动下方的织片，然后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
绕线，勾出，再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继续顺时针转动织片，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短针，继续往下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挑刚才相同的2根线钩短针，后面一直重复这样的方法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然后挑左上方竖着的2根线钩短针，钩织到需要的长度后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留线断线，如果需要缝合，则留长线头。这就是虾辫的钩织方法。包带钩好后，将它缝到开口两边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注意，这里需要将包带从头巾后方这一行往里数第2个锁针洞穿过。缝好后，在包带里将线头藏好，这样包带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这款包包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叔叔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